大家好，欢迎来到罗富强观察室。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俄乌战争是怎样改写世界格局的，这就是新雅尔塔体系的形成。当今世界的最主要矛盾根源来自于美国四处宣扬的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美国强调的规则是什么呢？满足美国利益需要的美国优先。美国需要的国际秩序是什么呢？世界在美国的领导下围绕美国利益进行运转。而中国的国际价值观基于三大支柱：一是捍卫领土主权完整，二是维护世界和平，三是倡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外交是三大目标：一是维护和平，反对战争；二是尊重主权，反对霸凌；三是联手发展，合作共赢。由此可见，中美两国的国际关系理念不是截然不同的问题，而是极端的对立。这就是美中关系陷入当下困境的深层根源。尤其是当中国的理念与实力能够让除了美国及铁杆跟班以外的国家广泛接受的时候，美国绝对无法接受自己领导世界100年的目标受到挑战，这就成了美国一定要竭尽全力搞垮中国的动力。而打垮俄罗斯不过是美国为了削弱中国实力的第一步，只有俄罗斯废了，美国才能集中精力废了中国。这就是美国当下把俄罗斯作为首要打垮目标的同时，腾出手来遏制和对抗中国的原因。遏制中国的第一要务，那就是一定要坚决阻止中国实现完全统一。既然美国如此，中国就不得不被动地应对美国的一切，这就是中美博弈甚至是激烈斗争的由来。中国也必须削弱美国。随着苏联在1991年的瓦解，雅尔塔体系被终结。所谓雅尔塔体系，就是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所确立的二战后国际政治格局和秩序的概称。该体系的特点是以美国和前苏联两极为中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争夺霸权的冷战。世界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单极霸权之后，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俄罗斯的复苏，欧盟的发展，这个世界又开始变成多极世界。谁也想不到，俄乌战争打了1年多，结果是新雅尔塔体系开始成型了。我所说的新雅尔塔体系，与当年美苏两大阵营以冷战方式争夺世界的雅尔塔体系不同。新雅尔塔体系是美国为首或者是北约为主体的好战集团与中国为中心的和平集团之间的博弈。美国还在延续二战及冷战时期的思维与行为，美国为首的联盟依然还是军事联盟为主，比如北约、五眼联盟、奥库斯联盟、四方机制，都是军事联盟为核心，以挑起、发动和参与战争作为使命。而中国为中心的和平集团，比如金砖国家、上合组织，则是以经济发展、地区和平为使命。应该说，新雅尔塔体系的形成与俄乌战争有着最直接的关系。这一场战争让更多的国家逐渐看清了美国的真面目，包括美国的盟友北约成员国在内，很多政要已经开始正式提出了不仅乌克兰是美国的战争代理人，欧盟成员国也是美国战争代理人的清晰看法。至于中东地区的国家，则更是看清了这一点。于是在中国的斡旋下，中东一对宿敌伊朗和沙特在北京发表联合声明，恢复外交关系。这是这段时间最具震撼性的国际格局变化。但这只是开始，紧接着中东局势迅速向好，多国之间开始化干戈为玉帛，开启了和平的大幕。很显然，中东走向和平已经成为美国难以破坏的趋势。这还不算，中国、俄罗斯、伊朗、沙特、巴西等等国家从美国抢劫式制裁俄罗斯的教训中看到了美国和美元的可怕，于是纷纷弃用美元，用人民币与中国进行贸易决算，或者这些国家之间用本币结算。雅尔塔体系在1991年终结后，又因为美国开始丧失单极霸权能力，形成了新雅尔塔体系。这个趋势已经势不可挡，美国无力阻止。
发展下去就会印证螺旋式上升的规律。随着美国的崩塌，新雅尔塔体系也会终结。但那时候世界已经没有霸权，人类已经步入全面和平的新时代。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